在东汉的宫廷深处，一个宦官的名字注定被历史铭记。他既是权谋的参与者，也是文明的缔造者。一次偶然的河边邂逅，让他发现了改变世界的灵感。然而，这位被后世尊称为至圣的蔡伦，在荣华与权势的顶点，却为何以自尽谢罪？这一切究竟是命运的捉弄，还是历史的必然？蔡伦字敬忠，是贵阳郡人。蔡伦进宫成为宦官后，很快就成低等级的小黄门宦官的一种职称，升迁至黄门侍郎，专门负责宫内宫外的事务传达。王侯如果想进宫拜见皇上，也要经过他的引导。宴会上的座次安排也是蔡伦负责。当时章帝后宫有一位宋贵人，他的儿子刘庆本是太子，可是窦太后不喜欢他，蔡伦便献计给窦太后，逼迫宋贵人自杀，把太子贬为亲侯王。随后窦太后找了个借口，把另一位妃子梁贵人贬为平民。而梁贵人的儿子刘肇则被窦太后立为太子，并且由窦太后亲自抚养。公元88年，汉章帝去世，年仅10岁的刘肇成为汉和帝，由窦太后执掌朝政。蔡伦因对窦太后有功，不久就升任为中常侍，专门料理和帝的衣食起居，还参与朝廷事务的决断。公元97年，窦太后去世，和帝开始掌权。公元102年，和帝立邓绥为皇后，蔡伦很快便成为邓皇后的心腹。邓皇后喜爱写字画画，蔡伦便向皇帝上书，请求担任上藩令。皇帝答应了。上藩令是专管宫廷手工作坊和器具物件的官员。邓皇后习字绘画的工具都要经过蔡伦的细致检查。有一次，蔡伦去民间手工作坊视察，看见河边有一位妇女把丝絮铺在薄竹席上，再把竹席浸入水中来回晃荡洗涤。洗好之后，竹席上通常会留下一层薄薄的丝絮残渣。蔡伦在这层残渣处于半干半湿的状态，揭了下来，一看竟可以在上面写字。他心里便突然生出一个设想：如果把树皮、布片、麦秆之类的废物进水，使其充分吸水饱和，然后用木锤打烂，再经过一系列的加工，是不是就能生产出纸张呢？讲到这儿，蔡伦急匆匆赶回宫中，连忙命宫廷作坊收集原材料，又是煮又是锤，试炼了好多次后，终于造出了纸。随后，蔡伦把制出来的纸连同制作工艺一同进献给汉和帝。和帝一看非常高兴，命令全国大力开发，因为原料简单，容易寻找，制作工艺也不复杂，这种纸很快就得到了全国百姓的推崇。为了纪念蔡伦的造纸术，人们把他制作出来的纸命名为蔡侯纸。其实早在西汉时期，我国就已经有了纸张的生产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纸张的使用范围波及全国，造纸技术也比以前先进了很多，造纸原料也变得多种多样，纸张的名字更是令人眼花缭乱，有竹帘纸、藤纸、鱼卵纸等。中国人发明的纸张不但在国内畅销，在亚洲其他国家也很受欢迎。他们千方百计想得到中国造纸术的秘密，不过朝廷一直保密不外传，直到唐朝，阿拉伯人俘虏了一批中国造纸工人，造纸术这才传向国外。很快的，阿拉伯国家全都用上了中国造纸术造出来的纸张。随后，造纸术又被阿拉伯人带到了欧洲，取代了欧洲人的羊皮纸和牛皮纸。在希腊、罗马和埃及，由于造纸术的传播，当地的沙草纸也逐渐被取代。有了蔡伦的造纸术，古代百姓的生活方便了很多。在纸张还没有被发明出来的时候，人们都在竹简上写字，往往写完了一段竹简，一篇文章都还没有写完，而且竹简搬运起来也很麻烦。早期的纸张最要让人们从笨重的竹简中解放出来，
可当时的技术并不先进，制作出来的纸张经常会出现渗墨破裂的情况。直到蔡伦发明了植物纤维纸以后，人们的写作才真正开始便利起来。蔡伦的造纸术和指南针、活字印刷术、火药并称为古代四大发明。他们是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宝藏，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。汉和帝死后，年仅几个月大的太子继位，可惜没多久也死了。邓皇后便找来和帝的侄子清河王刘庆的儿子刘祜做皇帝，这便是汉安帝。朝政暂时由郑太后把持，蔡伦被封为龙亭侯。公元119年，蔡伦升任长乐太仆，文武百官对他十分敬畏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公元1212年，郑太后驾崩，汉安帝执政。因为蔡伦曾和窦太后一起陷害过安帝的叔母宋贵人，还把安帝的父亲从太子贬为清河王。蔡伦知道安帝不会放过自己，索性自杀谢罪。